你有没有发现啊？就是有时候在同一个班里，大家明明用着一样的资料，听着同一个老师讲课，但那个学习进度还有效果，哎呀，真的是天差地别。没错，就好像有的人开了加速器，有的人却好像在原地打转。这个现象确实是太普遍了，它常常让人觉得有点困惑，甚至有点沮丧。对，特别容易让人开始自我怀疑嘛。就这引出了一个挺核心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学起来好像毫不费力，而另一些人呢却感觉特别困难？是啊，难道说真的有所谓最好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方法吗？这个嘛，今天呢，咱们就想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，也就是这个个性化的学习风格。我们会看看有哪些主要的学习方式，以及关键是了解你自己的风格为什么能让你学得更快更好，甚至更轻松一点。对，这次探讨的重点啊，确实不是要推销什么神奇的学习理论，而是就是希望能帮助你从理解你自身的那个独特性出发，找到那套真正适合你、能让你事半功倍的学习策略。这个其实是关乎到怎么更有效的吸收内化，然后最终去运用知识。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啊，就特别羡慕，有些同学那个笔记做的哇，跟艺术品似的，哈哈，有这种感觉。五颜六色，图文并茂。我也试过，就是去模仿嘛，结果呢，花了好多时间，累得够呛。但是考试前一看笔记，感觉还是很陌生，就好像完全没进脑子。对，当时就觉得，哎，难道是我比别人笨吗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了，它恰恰说明了那种盲目模仿的效率有多低，是吧？那其中的奥秘呢，就像你刚才提到的，关键就在于每个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，它是独一无二的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标准学习模式。你羡慕的那个同学啊，他可能就是那种强烈的视觉性学习者。视觉型？对，那些色彩啊、图像啊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编码方式，但对你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说，不是那个方法不好，而是可能不适合我。正是如此，有些人呢，他可能听老师口头解释一遍就能抓住关键，甚至能给你复述出来。而有些人呢，就得亲手把那个概念画成图啊，或者写成大纲，才能真正的消化掉。明白了。这真不是聪明或者不聪明的问题，而是大脑它偏好的那个信息输入和处理的通道它不一样。那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资料里，主要提到了哪几种比较常见的学习方式呢？这里好像开始变得非常有意思了。没错，了解这些分类可以说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。资料里面呢，主要梳理了大概4种比较主流的类型。首先是视觉型 visual 学习者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同学，他们是不是就特别依赖眼睛看到的东西来学习？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他们比较偏好通过比如说图表、图像、流程图，或者是用不同颜色的笔做标记，还有就是阅读文字笔记来学习。对他们来说啊，那种清晰的视觉呈现有助于快速掌握信息的结构和重点。眼见为实那种感觉。对，眼见为实，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个俗语，更是学习的一个捷径。就是复杂的概念如果能转化成一张图，他们往往就能更快捷的理解。明白了。那第二种呢？第二种是听觉型 auditory 学习者。这类人呢，对声音信息就特别敏感，也就是他们通过听来学习效果是最好的，比如听讲座啊，或者参与讨论。对，他们可能在听讲、讨论，甚至自己朗读或者跟别人复述内容的时候，记忆和理解效果是最好的。有些人甚至喜欢把学习材料录下来，然后反复的听。对他们来说啊，相比于那种安静静的阅读，声音更能激活他们的学习状态。
听明白了。那接着是动觉型 kinesthetic doing， 这个听起来就很有动感。确实是这样。动觉型学习者，他们信奉的是做中学，就是需要通过动手实践、身体力行，才能最好的吸收知识。那动手，比如说做实验、搭个模型、角色扮演什么的，甚至有些人需要边走动边背诵。还有这种？对，身体的参与感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。你要是让他们长时间静坐不动，就是纯粹的听讲或者阅读，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难受，效率也很低。感觉这类学习者在那种需要操作技能的领域可能会有优势。那最后一种呢，是互动型，interactive social， 这个听起来和我理解的那个社交学习有点像。非常接近。这类学习者呢，在跟人交流小组合作互相提问，甚至在教别人的过程中，学习效率是最高的。教别人也能学。对，教学相长嘛。他们喜欢那种思维的碰撞，通过讨论来澄清疑惑，通过向别人解释来巩固自己的理解。对他们来说学习不仅仅是输入，它更是一个交互和输出的过程。明白了。视觉、听觉、动觉、互动，这4种类型算是概括了主要的学习偏好。但这里有个问题一个人会是纯粹的某一种类型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现实当中那种绝对单一类型的人其实是很少见的。大多数人呢，会以一种或者2种风格为主导，同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其他的风格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学习方式它也并非一成不变的。它还会变化？是的，它可能会随着你学习的内容、任务的目标，甚至你的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而有所侧重或者有所调整。这个有意思。比如说吧，你要是学习历史年代，那视觉型的年表可能就特别有用。对。但如果你要理解一个很复杂的哲学论证，那可能互动型的讨论会更有效。确实。所以关键在于要识别自己当下的那个主要的偏好，并且有意识的去利用它。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关键问题了。了解自己的主导风格，为什么能让我们学得更快更好呢？听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，但具体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呢？好处其实非常直接。首先呢，它避免了大量的无效努力。无效努力？对，就像你之前说的模仿别人做笔记的那个经历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主导风格其实是听觉或者动觉，却硬要花大量时间去做那种精美的视觉笔记，那就是在用自己不擅长的方式去抗倒大脑的偏好嘛。结果肯定是事倍功半。确实，那种挫败感，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的，对吧？其次呢，一旦了解了自己的风格，你就能可以说是对症下药。就是有意识的去选择和创造最适合你自己的学习环境和方法，这就能极大的提升你的学习效率和乐趣。那能不能再具体举些例子？比如说，不同类型的人具体可以怎么做呢？当然可以。比如说，假设你发现自己比较偏向视觉型，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呢，就有意识的多用一些像思维导图流程图来梳理逻辑。画图。对，用不同颜色的笔来突出重点，或者去找一些带有丰富图示和视频的教学资源，你会发现那个信息好像立起来了，就更容易记住。这个好。那如果是听觉型呢？如果你是听觉型的话，就别强迫自己必须一字不漏的去抄笔记了。你可以尝试在课堂上更专注的去听，课后呢反复听录音，或者把重点内容大声的读出来。对，或者找个学伴互相讲解，互相提问，这种效果可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埋头苦读。有道理。那动觉型学习者呢？他们好像在传统的课堂里会比较受限制吧？动觉型确实需要更主动的去创造机会。比如说，学习一个概念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尝试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它。肢体语言？对，或者一边踱步一边思考背诵，在允许的情况下呢，自己动手制作模型卡片。
甚至有时候在阅读的时候呢，你用手指指着文字移动，这种细微的身体参与感，有时候也能提升专注度。这个有意思。还有互动型学习者呢，就要积极的去寻找交流的机会，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呐，组织学习小组啊，或者尝试把学到的东西讲给别人听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教学相长是他们最高效的学习方式之一。对的。哪怕是跟自己进行模拟对话，或者在一些 online 论坛里参与讨论，都能有帮助。这么看来啊，了解自己的风格就好像是给自己的学习找到了那个快捷键一样。可以这么说。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，我们参考的资料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就是重要的不是你笨或者学不会，很可能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与你的大脑运作方式相匹配的学习方法。哇，这句话真的挺能安慰人的，也很有启发。对，他给了很多人安慰，同时也指明了一个方向。是啊，就是说不再是那种自我否定了，而是转向去寻找更合适的路径。没错，这种认知的转变本身，我觉得就能带来巨大的能量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长期用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学习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后果可能还挺严重的。首先肯定是效率低下嘛，付出很多，但是收效甚微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挫败感和自我怀疑。对，进而呢，就可能导致对学习这件事儿本身产生厌恶和逃避。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负面的循环，然后严重打击自信心和学习的动力。这听起来真的太可惜了，仅仅是因为方法不对路。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比较准确地发现自己的学习方法呢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刻给自己贴标签嘛。而且刚才你也说了，风格可能不是单一的，可能还会变。对，发现风格它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，它不是说做一次简单的测试就能完全搞定的。虽然市面上有一些学习风格的问卷可以作为参考，但是我个人更推荐结合下面这几种方法进行自我探索。愿闻其详。那可以从哪里开始呢？首先是有意识的进行自我观察和反思。就是回想一下你过去的学习经历。回忆。对，比如说哪些课程你学的比较轻松，比较投入，而且效果也挺好。当时你主要用了什么学习方式？是老师讲的特别好，这就偏听觉，还是书本图文并茂，视觉，或者是实验课特别吸引你，动觉，还是小组项目让你印象深刻，互动？再想想，当你需要记忆一些比较枯燥但是又很重要的信息时，你会下意识的用什么方法？是反复的看，反复的读，还是写写画画，或者是边走边记？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你最容易分心？是长时间静坐阅读的时候，还是在那种有点嘈杂的环境里听讲的时候？这些所谓的高光时刻和困顿时刻，其实都隐藏着你学习偏好的线索。这个反思确实挺有用的，能把过去的经验都调动起来。那还有其他方法吗？另一个更主动点的方法呢，就是进行小范围的学习实验。学习实验？对，就是找一小块你想要学习的新知识，比如说一个新的概念，或者一段文字，或者一项小技能。然后呢，刻意的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和处理这些信息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你可以第一，纯听觉输入，就是只听关于这个知识点的讲解 audio， 或者让别人读给你听。第二呢，纯视觉输入，就是只阅读相关的文字和图表，不出声。好。第三呢，动觉参与，尝试把这个知识点用你自己的话写下来，或者画成示意图，或者做成那种小卡片。闪卡。对。第四呢，互动输出，尝试把这个知识点讲给别人听，或者跟别人讨论一下。做完这些小实验之后你要特别留意自己的感受，就是哪种方式让你感觉最自然、最专注，哪种方式让你对这个信息的记忆最深刻，理解最清晰。这个方法很具体，
感觉可以马上就试试看。是的，通过这种直接的对比啊，你可能会更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方式的效率差异。但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灵活性至关重要。灵活性？对，了解自己的主导风格，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自己框死在某一个标签里面啊，不是贴标签？不是的，现实中啊，那些最高效的学习者，往往是那些能够根据不同的学习任务和内容，灵活的组合和切换学习策略的人。他们了解自己的舒适区，也就是主导风格，但同时呢，也勇于去尝试和运用其他可能更适合当前任务的方式。能不能举的组合运用的例子？当然，比如说学习一门外语，你可能会看带字幕的那种教学视频，这就是视觉加上听觉了。对。然后你跟着视频朗读模仿，这就是听觉加动觉。你再参加一个语伴交流活动，那就是互动加听觉。或者你用手机 app 背单词，那是视觉，可能还带有一点点动觉的交互。你看，多种方式结合起来，效果往往比单一方式要好得多。我明白，所以不是非此即彼，更是为我所用。哎，正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点就是要学会关注身体和情绪的反馈。身体的反馈？对，在学习过程中啊，如果你感到异常的疲惫、烦躁，或者注意力涣散，这可能不仅仅是你累了，也可能是当前的这个学习方式跟你的状态不太匹配。这时候呢，不妨停下来换一种学习活动试试。比如说，你看了很久书，觉得眼睛累了，那你就可以站起来走走，或者听一段相关的 audio。身体往往是最诚实的向导。这种根据反馈进行调整的能力，听起来也很重要。非常重要。甚至啊，我们可以根据学习的不同阶段来调整策略。怎么说？比如说，你刚开始接触一个新领域，可能需要大量记忆一些基本概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视觉化的方法，像思维导图、列表，还有动觉的方法，比如制作卡片，可能就特别有效。但是到了需要深入理解、融会贯通，甚至要创新的阶段，那么听觉，比如说深度的讨论和互动，比如合作项目交给别人，这些方式的价值可能就更突出了。那么综合来看啊，你认为组合不同的学习风格肯定是个好主意了。对。那对听众朋友来说，从哪里着手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学习配方最合适呢？也许就是从刚才提到的那个自我反思和小实验开始。然后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，不断的去尝试和调整。完全正确。关键就在于要有意识的去探索、去尝试，并且从中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套组合拳。记住，没有万能药，只有定制方。好了，经过咱们这番挺深入的探讨，是时候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信息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请你一定记住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它并不存在一套能适用于所有人的神奇学习法。没错，真正有价值的是找到那套最适合你的方法，而找到它的前提就是真正的了解你自己。可以说啊，对自我学习风格的认识和理解，就如同我们资料里那句很精辟的话讲的 "Hill 晚摊绑树暖讷张顿好"，翻译过来大概就是理解自己等于缩短了一半的学习路程。哇，这句话力量感十足啊！这绝非虚言，它其实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学霸或者高效学习者，与其说是他们天赋异禀，不如说是他们更早、更自觉地找到了跟自己大脑运作方式合拍的那个节奏和策略。他们懂得如何顺势而为，而不是逆流而上。这里还有一句我觉得同样发人深省的话，也是源自我们参考的资料，稍作调整后大概是这样：关键在于按你理解的方式去学，
而不是按别人教你的方式去学。这是否在强调学习的主动性，还有那个个性化选择的重要性？我认为是的，它其实是在鼓励我们要超越那种被动的接受，要成为自己学习过程的积极的构建者和设计者。别人的方法当然可以借鉴，但最终还是要内化成适合你自己的理解和实践方式。那么，在我们这次探讨即将结束之际啊，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值得你结合自身的情况，去细细的品味一下。就是对你个人而言，高效学习这个词儿，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？仅仅是更快的获取信息和技能吗？还是说更侧重于理解的深度和知识迁移应用的能力？高效学习的这条路上，是严格的自律和坚持更重要呢，还是对自我学习方式的那份深刻的理解和灵活运用更为关键？这个问题留给你慢慢思考。希望我们今天的探讨能为你开启一扇认识自我、优化学习之路的窗。